Hello，各位健康1+1以及啾健康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啾，今天又在啾的新频道啾健康咖来直播了。那同步呢，也会在健康1+1直播，真的很感谢哦，大家一路以来对啾健康1+1的支持跟陪伴。我们知道呢，大家都是对健康充满热情啊，而且愿意学习的一些好朋友们。所以因此呢，我创立的这个专属频道，未来我们会邀请更多的重量级医师专家来到这里，啾健康咖不藏私的分享实用又深入、贴近我们生活的健康知识，所以让我们一起成为更有底气的健康行动者。那目前呢，几集节目还会在健康1+1频道同步直播，但是很快啾健康咖就会是唯一的直播主场咯，所以邀请您现在就订阅、开启小铃铛，帮我们把这个啾健康咖的频道壮大起来，也让更多的人因为您的一个订阅，获得更多健康的希望跟力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不知道我们要讲今天的主题哦，我不晓得朋友们，你们晚上是不是也觉得经常啊，就是会被尿意吵醒，一天晚上可能就要起来2、3次，甚至1、2次，睡眠品质其实真的是会大打折扣。还有很多人就是明明已经不喝水，不敢喝水，但是呢，竟然晚上还是会起床跑厕所。很多人会觉得这只是年纪到了正常现象吗？其实呢，很可能是我们的身体正在发出的求救讯号。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请来教授级的专家，带来3大中医的对策，帮您从根源来调理，然后同时摆脱夜尿、频尿的困扰，同时会告诉您神奇的穴位，每一个人都能按。还有呢，超补又好吃的夜尿克星料理，很简单，可以自己煮。所以不管呢，您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不管您是夜尿啊，或者是真的是睡不好，还是您是为家中长辈来担心哦，他的睡眠品质问题，这一集内容都超级实用，记得看到节目的最后。好，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棚内的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宜生中医诊所院长、教授级的吴宏前中医师。Hello， 吴教授你好。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吴医师。吴医师每次来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有很多实用的，然后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的一些知识，同时有一些很好的养生料理会提供给大家。今天当然不例外，所以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所以吴教授，其实我们有的人哦，就是年纪大了，晚上尿几次，好像觉得是很正常，但是其实从中医的观点看，夜尿跟频尿什么状况叫做好像有问题啊？什么状况又是正常的嘞？以肾脏科这个泌尿科医学会他们统计，就是说他们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说我们白天，比如说我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如果上厕所大概8次。8次以内呢，那算是比较正常的啦。那如果说晚上呢，如果夜尿，晚上起来2次以内算是正常的。但是你如果是偶尔多一点点，反而是没关系，因为他们说的是统计1个月来讲，如果1个月呢8次或小于8次，那是算正常的小便，不算频尿。那如果是1个月大于3次或等于3次，那就算是夜尿。所以他们是以统计1个月，偶尔比如说我们睡觉前多喝了一点水，或是多吃了一些水果，那造成的夜尿，比如说3次或4次，那也不用太担心。他们是以统计1个月，如果每天都这样子，那因为每天都这样子，它会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白天工作的精神，所以大家把它归类到夜尿。好，所以如果是小于这几次的话，我想你都不太需要担心。哦，所以其实我们有的人会觉得说，如果突然间偶尔的一次是没有关系，比如说偶尔的突然间想要起床上厕所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经常性的就是每天晚上醒来2次以上，这个就可能是要注意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只要大于3次的话就要小心。所以大家要稍微算一下，您平常有没有起来夜尿超过3次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你可能要注意，所以要继续往下看。因为像一般来说，我们都讲频尿啊、夜尿，其实有一些很多的原因会造成频尿跟夜尿。那
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是膀胱有问题呀、还是肾虚？男性可能是前列腺，就是摄护腺的问题。那请教一下吴教授，这个频尿夜尿的原因到底是有哪一些呢？因为在频尿夜尿在中医里面最重要的是把它归类叫做肾阳虚或叫肾气不足。那肾阳虚或肾气不足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气化这些水分，没有办法气化这些小便呢，它就会积在膀胱，所以就容易在晚上呢容易起来夜尿，或是白天呢会一直上厕所。那大概如果是晚上呢，比较归类就是说，心脏不好的人，比如说他心脏不好，因为他又喝水喝的比较多，结果水呢全部积在我们的肚子以下，或是我们在下肢的地方，结果心脏没有力量，没有办法把水打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因为变成当我们躺平的时候，这个脚呢跟心脏同一水平，那这个时候水分呢就一直从心脏然后到肾脏整个把它排出去，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心脏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肾脏的问题，然后肾脏就是说你肾脏真的已经慢慢的退化了以后没有办法浓缩小便了，所以你肾脏不好的人也会造成频尿的问题。那另外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心脏不好，没有肾脏不好，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常常看到，就是说现代的人其实为了养生，其实反而吃的太清淡。那吃的太清淡，其实照理说是好的，可是很多人他就连盐都不吃。那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其实盐它不会伤害肾脏，是钾离子比较会伤害肾脏。所以我都建议所有这些频尿的人呢，他在晚上那一餐呢，他的盐巴都要正常吃，它并不会伤害肾脏。而且当你盐巴够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渗透压足够的时候呢，就不会一直把这个小便排出去哦，它可以保持这个水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就是吃的太清淡，它会造成夜尿或频尿的情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晚上呢，很多人就是说，因为白天都在工作都在上班，所以只有晚上呢才有时间去吃一些水果。可是你吃的水果呢，又吃到比较寒性的，因为我们人呢一般是这样，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阳气是慢慢的，到中午的时候阳气最高，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慢慢阳气又下降下来。那晚上的时候阳气比较不够，那你本身又肾阳虚或是肾气不足，所以你就比较容易有频尿的情形。结果你在晚上的时候要吃一些比较寒性的水果，或是利尿的水果。像寒性的水果，比如说像是这个火龙果，像是西瓜，像是椰子。那如果是比较利尿的水果，像这个莲雾或是这个木瓜。所以通常你在晚餐后，如果吃这些比较寒性的水果，或是比较利尿的水果的时候呢，那一晚上可能就会起来3次到5次。结果那一天呢，还有一个主持人跟我说呢，他就是有一次吃了小黄瓜，其实小黄瓜也是非常寒的。那因为小黄瓜它腌制过后呢，它配菜配饭是很好吃的。结果他那天就吃的比较多的小黄瓜，就那天竟然晚上起来5次上厕所。所以要记得，我们晚上呢不要吃的太清淡，不要吃太寒性的或是太利尿的水果，这样就比较不会造成夜尿的问题。哦，所以其实跟我们的夜间那一餐的饮食是非常有关系。还有您提到肾，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医讲啊，你要长寿，肾一定要顾好。所以对我们的肾脏来说，真的是对我们健康来说，肾真的是很重要的。尤其中医讲的肾，因为跟西医讲的肾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有些人哦，就是其实也有这种情况，我不晓得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子，就是已经说因为怕夜尿，所以晚上明明就不喝水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种一直会起床尿尿？这跟喝水是没有太直接关系吗？应该是这么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啦，你肾脏不好的人，他在白天没有办法把他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像心脏不好的人，他虽然晚上都没有喝水哦，可是他白天喝的水都在我们的下半身跟我们的下肢这个地方。像很多台北市的女生呢，她因为上班的时候都坐着坐很久很久。然后她一直喝水，一直喝水，结果她水分没有正常的代谢，然后你会发现她下午的时候呢，她要回家的时候，她要穿她的高跟鞋，她会穿不下去，就好像我们去坐飞机，
你长期的坐在飞机上面，结果就造成下半身的水肿。那一样的道理，当你晚上躺平的时候，这个水呢就会透过心脏跟肾脏排出去。所以就算你晚上没有喝水，如果肾脏不好、心脏不好，或是你一个姿势坐过久的这些人呢，他就其实晚上会过度的这个夜尿。所以我觉得跟我们生活习惯也是很有关系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如果说在日常的保养，那我知道就是在治疗频尿啊、夜尿啊，您有一个独特的穴位，可不可以介绍是哪一个穴位？它是什么样的特效穴位，可以来帮助我们就是改善这种频尿、夜尿的问题？对，这个百会穴哈，我介绍这个穴位叫做百会穴。百会穴在我们的头顶哈。那在很多的书上面，他会说我们的耳朵这个叫耳尖，把它对上来叫做百会穴。但是我在中国药大学教了大概30年的书，其实我发现这样子找是非常不准确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我们从前面的头发的边际叫前发际。到后面头发的边际呢，这个正中线的地方叫做前后叫做12寸。那12寸呢，我们把它张开手，取一半一半的地方，然后呢再往前1寸，因为百会穴就是离前发际5寸，离后发际7寸，所以这个百会穴呢，就是治疗一个频尿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因为百会穴呢叫做诸阳之会，也就是说，所有的阳面的经络，6条阳经跟这个肝经就交汇在这个百会穴，所以它叫做提补阳气上升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那提补阳气上升，比如说我们所有头面部的问题，就用百会穴来治疗，不管我们是头痛或是失眠、头晕，我们都会用百会穴来治疗。那百会穴又治疗，因为它提补阳气上升，所以它又治疗所有下焦的这些毛病，比如说频尿、夜尿，它都治疗这个频尿、夜尿的问题。另外一个，它既然可以提补阳气上升，所以我们的脏器下垂，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疝气，有一些子宫脱垂，然后有一些是这个直肠脱垂，直肠会跑到肛门外面来。那我们也遇到很多女孩子，那个子宫会跑到阴道外面来。然后这些脏器下垂的这些毛病，我们都可以用百会穴来做治疗。那在中医里面呢，我们在门诊里面会用针或是用灸的来治疗这个病人。可是呢，病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回家用灸。可是灸有几个问题，就是说灸呢，第一个我怕病人不小心会烧到自己的头发。那第二个问题呢，你要用灸，尽量要在很透气、通风的地方，因为很多的研究又发现，这个灸如果燃烧的不完全的话，其实也会有 PM2.5的产生。所以我现在自己在诊所里面呢，除非我在窗户全部都打开，然后又用很透气的地方，我才会用灸。不然我就改变一个方式，让病人在家里面自己很方便。我们就教他用一个叫暖暖包，然后暖暖包呢，把它放在头顶上这个百会穴的地方。那放在头顶上百会穴的地方呢，你还要隔一层薄薄的毛巾，不然有时候会烫伤。如果头发比较少的人，直接放在头皮的地方会烫伤。所以你隔一个薄薄的毛巾，然后放在百会穴的地方。那我们怕它掉了嘛，因为百会穴刚好就在头的2个垂直面跟水平面交角的前面一点点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放上去，它应该是可以覆盖上的，因为暖暖包比较大嘛，所以你不一定要找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可是怕它掉下去呢，我就会教病人，你放一个暖暖包，然后隔一个毛巾，然后再戴一个帽子，然后放在这个头顶上面。那早晚各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就有可以提补阳气上升，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阳气补起来以后呢，就不会这么的频尿。所以我们就教大家用百会穴，用暖暖包。那这个暖暖包你用了以后，因为它是铁片，它会跟空气接触，会氧化。那你每天用2个时段呢，有觉得太浪费了，所以你每次用完以后呢，你记得用一个夹链袋把暖暖包放进去，然后把夹链袋封起来，那就不会继续氧化。所以这个一个暖暖包可以用
个3天大概是没什么问题，然后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浪费。所以我们教一个这个很好的百会穴哦，它可以治疗我们头面部的问题，它可以治疗频尿夜尿的问题，它可以治疗胀气下垂的问题，就早晚用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哇，这个暖暖包这么好用啊！而且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方法，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暖暖包通常我们就是用一阵子，它就会失去效力，但是放到这个夹链袋里面，就可以让它维持3到5天，然后每天你可以用2次，大概10分钟左右，这是大家这是很方便可以使用的。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毛巾，您刚刚说中间要最好隔一个毛巾，因为毛巾有厚薄之分嘛，是不是就是只要薄薄的一层，就是让它可以隔开就好了？是的，一般因为像女生头发比较多嘛，那一般就是用薄薄的毛巾就可以的，这样它的热度才能传进去。那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男生，有时候头发比较少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用比较厚一点点的毛巾，这样才不会把头皮给烫伤了。对，这个要小心一点。好，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那我可以进一步请教吴教授，如果说这样用的话，像这个百会穴啊，用暖暖包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强化我们的肾气呢？对，其实它有提补阳气嘛。那因为暖包其实它会放射出热能，还有远红外线，所以当我们百会，它其实就是类似用艾条灸的方式啦。虽然艾条灸多一个艾草，因为艾草可以温暖12条经络，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艾草的时候，我们就用暖暖包来取代，至少也可以达到80%的一个疗效。所以，而且我刚刚忘了提到，其实我们这个百会穴还是一个镇静安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其实，在全世界的书上面都没有记载。那这个是我在中国医药大学教30年，而且每次在病人，我教学生在病人的身上找百会穴的时候，我发现的就是说，长期失眠的病人，还有中气下陷的这些病人呢，其实在百会会陷一个凹窝，好像用铁锤打下去，会陷得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都会摸到的时候，我都会教我的学生去摸这个百会的这个凹窝。所以大家注意，如果你摸自己的百会陷得太深，那就是中气下陷，或是这个长期的失眠的病人。但是不用担心，我发现呢，长期的用艾条灸，或是你用暖暖包，那个下陷的百会穴，它竟然会慢慢的浮起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好教给大家。那特别呢是在睡眠前的时候用，因为这个百会穴有镇静安神的一个作用，所以也是我们做针灸时候来治疗安神的一个非常好的穴位。哇，所以说，如果我们平常有失眠的朋友，因为现代人失眠真的是非常多，那么我们刚才用就是吴教授您提供的这个方法，暖暖包加上百会穴，就可以就是包括延缓，就是应该是说逆转失眠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样子保养百会穴，除了刚才提到的可以预防失眠啊、养肾啊，还有哪一些好处呢？就一般的人也可以使用吗？比如说，我常常会叫病人，就是说，像这些脏器下垂的，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子宫脱垂，或是你有疝气的病人，还有就是你有这个直肠脱垂的病人，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瑜伽的桥式，就是说有没有我们把膝盖弯曲躺在床上，然后把肚子慢慢的抬升起来，然后膝盖弯曲，头在下面，然后用地心引力帮助，就是瑜伽的桥式，然后配合百会的暖暖包，那很多呢那个脏器呢就会缩回去。比如说，我常常教这个病人做瑜伽的桥式，然后配合这个提肛收缩，然后再配合这个深呼吸，然后再配合百会一个暖暖包，他们的脏器脱垂就会慢慢改善。所以我每次有时候要去帮病人针灸的时候，就看他在做，他就拿一个暖暖包放在他的，戴一个帽子放在他的头上，然后在等待我针灸的时候，他就在做瑜伽的桥式，还有做提肛收缩。然后因为我进去的时候还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刚刚子宫跑出来了，所以我赶快做一做，他就跑回去了。所以在脏器下垂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哦，所以这个方法真的，大家女性朋友们可以当做保养
然后，因为其实您刚才提到的瑜伽的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一个倒 U 字形，对，用这样子的一个 U 字形。我想很多的健身有习惯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姿势。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一般不是，比如说子宫脱垂啊，或者是像有这些疾病，那如果当做保养来使用，是否也可以呢？对，它其实，比如说本身，女孩子都有生小孩啦，甚至都会有一些肚子下坠的感觉，或是月经不调的情形，你也可以用百会暖暖包来这样子去调理。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其实百会呢，其实还可以治疗头面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治疗小朋友的这个大脑发育不全，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治疗这个 ADHD 的。或是这个妥瑞氏症的小朋友因为我在大概上个月才在全台湾省的中医师公会演讲，说怎么治疗这个妥瑞氏症的小朋友，还有 ADHD 的这个小朋友。其实百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它可以刺激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正常发育。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甚至有老年痴呆的一个情形。那百会穴刚好又是一个最重要的头面部的一个治疗的穴位点，所以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老年痴呆，可以预防老年痴呆。所以其实呢，我甚至常常在很多的节目，我都说，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暖暖包的话呢，你其实还可以用这种梳子，就是有弹性的这种梳子，这种有齿的弹性的梳子，你看我这个放在我的门诊，所以我随身都可以拿到这个梳子，因为我一直都要教病人这个梳子我们可以在头上直接这样按摩，或是直接头上这样子敲，那本身它晚上就有安眠的作用，而且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所以我们古时候的书在孙思邈的说，就是头发常常要这样子梳，这边有好几条，督脉、膀胱经跟这个胆经，所以你常常用这种有弹性的，记得不要有这个产生静电的，就是有这种木梳，而且圆头的，这样它其实梳起来是很轻松、很舒服、很方便的我其实洗完澡以后，就自己也会这样子到处敲一敲，然后到处按摩一下。特别是这个百会穴效果特别的好大家一定要学起来。我觉得梳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一个很便捷又真的不花钱的一个方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梳子，就买一把适合的梳子。刚才吴教授提到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生，就刚刚提到百会穴。然后我想呢，其实一般的民众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养生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或者是像我们办公室啊，如果像比如说有些男女也都一样，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太忙的时候，紧张压力太大，然后也会掉头发。通常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梳头。如果说我们经常会掉头发，或者是说经常觉得哎呀好像压力很大，就会把梳子拿起来梳一梳。所以我想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啊。那么其实有的人好像如果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警讯，在百会穴，你刚刚提到，就有下陷的人，然后就可能会，就是如果我们摸到百会穴是下陷的话，可能就可以尽量使用这个方法。那么有的人他可能会问说，哎，吴教授啊，如果我们用暖暖包来热敷啊，那么如果我们用吹风机来吹百会穴是可以的吗？因为它也是热啊。对。这个其实我在很多节目也解释过，因为有很多的医师都介绍用这个吹风机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不好，因为在中医里面讲风寒暑湿燥火，就叫六淫，六淫都是邪气了。所以这个邪气不要在我们身体里面太久。你如果短时间，我想可以，比如说我们头发湿掉了，赶快把它吹干，这样子比较不会感冒。可是呢，你如果针对一个穴位呢，大概比如说我们用热风吹太久，就会有风热的情形，风热就会像类似中暑啦，或是身体发热、口干舌燥的这些症状出来。那如果是用寒风就更不好，寒风吹久了以后就会有风寒的情形。所以风为百病之长，
也就是说它是最严重的，所以我建议用这个温敷或是热敷或是湿敷就比较好，比较不会有风邪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因为热风呢会变成风热，寒风呢就会变成风寒，所以我建议不要在我们的穴位用这些寒风或热风吹太久。我反而觉得有一种情形还不错，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艾草呢，燃烧以后如果不完全会产生 PM2.5，那我反过来一个方式，你去买艾叶以后，把它放在一个布包里面，然后把这个布包呢放到微波炉面去加热，然后加热了以后呢，你稍微摸一下，不要烫手，然后用这个艾叶，因为艾叶它有挥发油，它只要不要燃烧，就不会有 PM2.5。那我们要的只是它的挥发油，那这个挥发油就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就可以温暖子宫，温暖我们全身的12条经络。所以你这个艾叶的布包里面呢，把它温暖了以后，用微波炉温热了以后，就把它放在头顶的百会穴，这样就会有艾灸的效果会出来。哦，哎，其实吴教授，现在快要端午节了，我想其实这个艾草应该是非常就是现在是最丰收的时候啊，大家真的可以是准备一些艾草，然后在家里可以试着用新鲜的艾草，就像您刚才说的，把它微波加热之后，可以放到你想要放置的地方，又不会造成 PM。因为您刚刚说 PM2.5，我真的特别有感触。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有一个朋友给我一支艾灸，结果真的燃烧的时候，整个屋子里面全部都是这个烟。所以你就如果在家里用艾灸，确实会有这些问题。还有，如果家里有这种警报器的话，可能会让警报器就是会启动它，对，所以要特别注意。那么，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吴教授哦，我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晓得，99现在有一个新的频道叫做99健康卡。那我们今天呢，跟吴教授的直播就是在健康1+1，也同时在99健康卡同步直播。那希望呢，未来我们会继续邀请到99的好朋友们、专家们，这些医学界的大咖们来跟我们谈谈，就是不藏私的分享健康的资讯。然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教授级的吴宏前医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夜尿跟频尿的问题。那刚才提到的百会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用暖暖包来缓解我们这种夜尿频尿的问题，就在百会穴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教吴教授，除了百会穴之外，我们身上还有哪些穴位也是治疗效果很好的呢？那我再介绍一个叫做三阴交穴。那这个三阴交穴的位置呢，其实在我们的内踝尖，我们放了一个图哈。这个在内踝尖，就是我们脚踝里面最凸起来的地方，然后内踝尖上面3寸就放4个手指，4个手指用你自己的就我们内踝里面最凸起来那一个点，然后放4个手指在上面，然后4个手指放了以后呢，你画一条线，然后就在这个内踝的后面，就在胫骨的后面呢，那个地方胫骨后面的凹窝就叫做三阴交穴。那这个三阴交穴其实它的效果很好，就是说我们在古书里面叫妇科三阴交，因为它是3条经络的连接，比如说它是脾经、肝经、肾经。那脾经、肝经、肾经刚好就联络经过到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所以他才会讲说妇科三阴交。不管是女孩子的痛经、月经不调、月经过多或是月经过少，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三阴交穴来做治疗。所以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其实不止妇科三阴交，男科也是用三阴交。所以其实在男性的比如说他的频尿、夜尿、射护腺肿大，或是他的性功能障碍，其实我们也会用三阴交穴来做治疗，因为它是脾经、肝经、肾经3条经络的交汇，所以这叫三阴交。那大家也很好记，因为你记3刚好是内踝尖上3寸，所以刚好是4个手指。那这个三阴交穴呢，也就是说，所有脾经、肝经的这个生病，你都可以用三阴交穴来做治疗。那它这个三阴交穴刚好在胫骨后面，但是你可以按它，你可以揉它，但是我教学生就是说，
你不止它可以用来做治疗，还可以用来做诊断。比如说，当我们在按摩的时候，你如果觉得非常非常的痛，那穴位的疼痛，我在教很多很多的医师，就是我们叫阿是穴，就是你按那个穴位会痛啊，是，那就是阿是穴，那个可以用来做诊断，也可以用来做治疗。那如果说三阴交穴很痛的人，第一个，因为它是脾经跟消化有关系。那你消化吸收，特别是吸收很不好。一般我们胃经是消化，脾经是吸收。如果你吸收很不好的人，常常瘦不拉几的，或是瘦皮猴这种人，他在三阴交穴按压就会很痛。那另外一个就是妇科的问题，比如说月经、白带或是痛经，特别是痛经的病人，常常会在三阴交穴按下去会非常的痛。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们三阴交穴按的时候非常的痛，那你不要按得太用力，你就轻轻的揉它揉它。通常我的这个经验就是说，你每天揉它，如果这个穴位呢达到平衡的时候，它其实就不痛了。那所以通常大概揉3天到1个礼拜。它只要不痛，就好像我们的耳穴一样，耳穴如果疼痛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诊断点。那我们轻轻的揉它，揉到它不痛的时候呢，其实大概就达成了阴阳平衡，那也就治疗的这个三阴交穴，也就是治疗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的问题。这就是三阴交穴很好的一个诊断跟治疗。哎，对了，吴教授，您刚刚说到阿是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它是只有限于在三阴交穴，还是所有的穴位都是可以用阿是穴来做诊断跟治疗呢？对，所以其实，我们古时候呢讲阿是穴，就是说我们按下去，你去找说，哦，这个好痛是，它虽然本来没有穴位定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只要从疼痛的地方扎下去，其实就会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但是呢，因为我教书教了30年，我把这个阿是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按下去，除了一个疼痛的地方，它疼痛的地方叫做阿是穴，即使我们按下去很舒服，也叫做阿是穴。另外呢，我们常常看到皮肤里面有凸起来，或是有凹陷，甚至产生黑斑的地方，其实我现在都把它归类为阿是穴。那这个阿是穴，也就是说你长在哪里，它就可以做那里的诊断。比如说三阴交就是一个阿是穴，那你就可以诊断它的肠胃的问题，诊断它的妇科或是男科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从阿是穴直接去按摩。那也可以直接去针灸，因为中医的针灸其实就是比较深层、比较强刺激的一个按摩，所以一般民众在家里面，你只要从阿是穴里面去做按摩，但是按摩的时候不需要太用力，因为我在很多的电视啊，或是很多的请他们教他们按摩，或是教他们刮痧，结果病人都太急，想要赶快的病1天就好，所以就很用力的刮，或是很用力的按摩，结果都造成破皮。那破皮以后会造成细菌感染，所以我个人不建议啦。其实我们治病也不要急于一时，就慢慢给他按摩到3天到1个礼拜，通常会缓解。那如果说你三阴交穴非常的痛，然后你按摩了3天到5天，如果没有缓解，那我们建议你赶快看医生，好，看是看西医呢，看中医都可以，尽快看医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一定要赶快找医生解决。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您刚才提到，很多人就求好心切，有时候我们刚按穴位的时候，觉得这个很棒啊，然后要不然就是用力过猛，除了受伤之外，你会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没有办法持久。我觉得持久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按照，比如说你一天该按5到10分钟啊，或者该按多长的时间，就按照这个时间去保养，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你提到这个穴位啊，其实我知道，就是吴教授他有一本蛋疗，我们上次跟吴教授采访嘛，就提到蛋对我们养生的一些帮助啊。您还有很多很棒的养生的又好吃的料理，那其中我们今天就想请您分享，是一道很好吃的料理，而且它可以改善夜尿。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这道料理怎么做呢？然后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可以对我们的频尿跟夜尿可以改善呢？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一个叫做这个非常好吃哦，它叫做龙眼麻油枸杞蛋哦。那这个龙眼麻油枸杞蛋呢，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吃啦，就是说我们小朋友就是说在尿床的时候，比如说小时候很多
很多同才啊，他们会尿床，那家里面乡下呢，他们直接就会用这个龙眼、麻油、枸杞蛋给小朋友吃，然后吃一吃呢，其实尿床就会改善。那另外一个呢，其实老年人也是一样，很多老年人因为夜尿，所以必须要包尿布。那这个时候呢，不只用小朋友尿床，其实连老年人呢，夜尿太多次，我们也可以吃这个龙眼、麻油、枸杞蛋哈，因为龙眼本身有这个温暖这个肾气的作用，它还可以缩小便、缩膀胱。另外一个龙眼呢，本身又有很好的镇静安神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晚上如果睡得非常的安稳，然后它又可以缩膀胱、缩小便。那就不会一直起来跑厕所，所以龙眼，而且龙眼本身又是一个很好，在龟皮汤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补血的一个药材。那经过现代医学检查，龙眼竟然含有非常高量的铁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有镇静安神，它有补血的作用，它可以缩小便，所以这是非常好的龙眼。那枸杞呢，大家都知道，它除了对眼睛很好以外，它最重要就是滋补肝肾，因为为什么？我们肾主童子，肝开窍于目，它既然可以滋补肝肾，所以它对眼睛非常好。我个人其实年过花甲，但是我没有近视，没有老花。其实我就是从小一直在吃枸杞了哈，而且老实说，我是全校第1名毕业。代表这个全校领毕业证书的，而且我现在每天都还要看门诊的时候，大概都要看10个小时的电脑所以我其实是用枸杞来保养我的眼睛。那它最重要就是在滋补肝肾，所以它其实对这个频尿、夜尿效果是很好的你说到这里，我要打断一下吴教授，因为刚才吴教授说到，就是您要看诊的。就是时间啊，其实吴教授不只是看诊哦，他还要授课，要教书，教这些医生们、中医师们，然后还要上节目，所以其实呢，他的行程哦，就是排的就像我们一般工作，就做电视节目的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还有等于是他还有主业哦，主业就是医生，然后又教授，所以我就想说，下次真的有机会要来请教一下吴教授，您是怎么养生的？有机会，您的一天行程排下来，然后你怎么养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那你继续讲一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龙眼麻油枸杞蛋。好，那麻油呢？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以前古时候女孩子啊，刚生产完了以后，身体非常的虚，因为气血大亏，所以身体很虚，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用一个麻油呢煎个蛋。像我的同学有一次在中国医药大学，他老婆生产以后就跟我借我的厨房，因为我们家就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近，他就跟我借一个厨房呢，煎个麻油，还算体贴的老公，所以煎个麻油蛋给他老婆做个月子，就是刚生产完赶快做一个月子这样子。那米酒呢，刚好又有活血的作用。那跟我们这里面讲的姜一样，我们这里面加的姜呢，它有这个温暖子宫、温暖肠胃，还有活血的作用。那米酒跟姜一样，既然有活血的作用，就可以推动这些药跑到我们身上的全身，甚至跑掉泌尿生殖器的地方。所以我就用这个麻油、龙眼、枸杞、龙眼、麻油、枸杞蛋来温暖我们的膀胱。那它的做法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片就是说刚开始呢。就是这一些，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内容有麻油，有龙眼，有枸杞还有老姜，还有酒。那如果肾脏不好的人，记得就是说，你这个龙眼不要太多，因为龙眼的钾离子比较多，大概3颗到5颗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肾脏不好的人，就不要加酒。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身体如果比较容易口干舌燥、比较燥的人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把麻油最后再放，等我们东西都煮好加水了以后，麻油再放在后面就可以了。那一般的人我们就要按照正常的煮法这样子煮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刚开始呢，就是先把这个蛋呢用麻油把它。来看下一张这个图，
对，今天吴教授不仅是告诉我们做法，还是要做给我们看。等一下，我们就会请吴教授来示范一下做法，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对，这个你看，我们今天刚开始就是用麻油下去哈，然后把这个蛋给煎熟，然后煎熟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蛋先放到旁边，那麻油还是在，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图。好，开始煮了。好，这个就是麻油哈。我们先把这个蛋，先用这个用麻油来煎蛋就对了。对，把它煎蛋。我运气很好呢，我为了要跟观众分享，结果我一打下去，竟然是双黄蛋。真的好幸运啊！老天爷就是派我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道料理。真的。所以这一颗蛋打下。接下来双蛋下去，麻油要用多少量啊，吴教授？麻油大概是20cc 到20cc 就好啦，所以蛋要先煎起来备用就对了，然后再下麻油。哦，不是，我们先把麻油放进去，然后把蛋煎熟，我们就用麻油来煎蛋。然后现在是这个步骤是把姜放进去，我们把姜爆香。姜爆香以后呢？姜爆香以后，然后再把这个水加进去。这个加了水，加油，加米酒。对，加水跟加米酒，然后加水跟加米酒了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龙眼跟枸杞放进去。现在刚才已经龙眼下去了。对，龙眼跟枸杞放进去，因为你龙眼跟枸杞如果爆香的话会烧焦。所以我们用水加进去以后，水滚开了以后，把这个龙眼跟枸杞放进去，它就会化开，然后就比较不会有焦的味道。然后这样子就完成了一道料理了。所以那最后我们是整个水啊都滚了之后，再下去就是龙眼啊，然后还有枸杞下去。然后就把蛋再加回去。没有，蛋本来就已经，我们蛋跟老姜加水的时候就已经进去了。所以这样子等于是把它混合。所以它最后的成品，它就是有汤的，对不对？不是干的。对，是有汤的。对，是有汤的，是有汤的，而且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的下午3点到5点是走到膀胱经，那我们的5点到7点是走到肾经。那这一帖这个龙眼蛋呢，它其实就是要补肾跟补膀胱，所以我们最建议在下午大概1点以后到5点这个段时间吃呢，其实它的效果最好，因为吃完以后呢，吸收以后又走到膀胱经跟走到肾经。所以它的效果其实是最好。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吴教授，如果说我们一般就是因为有一些上班族啊，就是在外工作啊，不方便都待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这道料理先做好，然后带到公司，然后加热，下午1点到5点，来吃，这样会不会可以？也是可以的，很好，这样也很好。其实用个微波炉加热，或是用电锅加热就可以了。当做点心那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您会建议我们是每天吃，还是说隔一周要吃几次？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的话，你可以每天吃，然后吃1个礼拜以后呢，你就改2天吃1次，2天吃1次。我都开玩笑说，刚好这段时间刚好就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所以你这就变成你的下午汤时间。你可以就是说，当你的下午茶，你吃一个这个点心，然后甚至吃个小东西当你的下午茶。不然你如果真的没时间，那很简单，因为晚餐的时间刚好也大概6、7点左右，你就可以把这一道汤品呢当成是我们晚餐的汤品，那就刚好不用再煮一道汤了。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夏天到了嘛，那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晚餐，很多人晚餐想要吃少一点，尤其在减肥的朋友，就是尽量想晚餐不要吃太多。我可不可以就当做晚餐来吃，也是蛮好的。下午5点啊，不要太晚吃。
对对，可以当做晚餐。那嗯，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不会太燥？其实燥的对，话，就是怕那个我们的姜跟油在爆香的时候，因为姜有温暖的作用，你在经过炒过爆香以后，它会有一点点燥。那我们就改一个方式，就是当你把这个蛋煎好以后呢，你就直接把水加进去。水加进嗯。去以后，然后姜呢跟这个麻油在水滚了以后再放进去，这样就不会有燥的问题了。那另外我们在买麻油的时候，你要买这个冷压初榨的哦，冷压初榨的麻油，其实它就比较不会有上火的问题。嗯，那如果说有的人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可能除了燥热的问题，有的人就不想喝酒，就是觉得哎呀不适合喝酒，好像喝一点点酒就不太舒服。那这个酒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省略呢？或者是有什么好对，的建议？你如果不喜欢喝酒，第一个你不喜欢喝酒，或是你肾嗯脏不好的人，我也建议不要喝酒。那你就不用加酒，你就直接用这个汤品就可以了，其实是一样有效的。因为我们已嗯。经用姜来推动了，我们酒只是在加强一个推动的效力，但是已经有姜推动，其实就有效了。那你因为肾脏不好，说是你不喜欢喝酒，那你可以不用加酒，是可以的。嗯，所以我觉得这道料理真的大家不妨哦，想要养生的朋友可以喝吗？就是说我们没有频尿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夜尿的问题，但是这道料理听起来就是很好吃、很可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为了养生，然后吃养肾啊，来吃这道料理也可以吗？绝对可以的，因为本身，嗯，我刚刚有讲的，本身龙眼又有镇静安神的作用，然后呢，那个鸡蛋不但有强壮的作用，它也有安神的作用。因为在我们的古时候最有名的一个叫做黄连阿胶鸡子黄，鸡子黄就是鸡蛋。黄连阿胶鸡子黄就是在治疗严重失眠的一道最有名的中药。那鸡子黄本身有强壮的作用，又有安神的作用，所以你其实就算你失眠的病人，你也可以用这一道这个麻油龙眼蛋呢来做一个安神、镇静安神的作用，它也有强壮养生的作用。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枸杞可以滋补肝肾，姜可以温暖肠胃、温暖子宫，龙眼呢它可以补血、可以安神，还可以缩膀胱、缩小便。所以其实它是本身就是一道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饮品。太棒了！龙眼、麻油、枸杞蛋，我们大家真的学起来，当做我们的晚餐，今天就做起来。好，那如果有人真的做的这道料理吃了感觉怎么样？麻烦你记得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好，那最后我还是要想请教一下吴教授了，因为有的人哦，真的是因为夜尿啊，晚上啊起床上完厕所，哎，结果回不去，就没办法再睡了。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有什么紧急的一些方法来调理呢？好，那很简单啦，其实没关系，我们改天有机会再做一个专辑，就是针对这个失眠的哈，或是这个免太浅多棒了，易醒的。那我先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还拿一个薄荷，那如果不喜欢薄荷的人，就用薰衣草，因为薰衣草本身就有安神的作用，那薄荷本身有调整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所以你就用这个地方，从印堂，印堂本身就很好的安神穴，然后推到这个头发的地方，这个叫神庭的地方，哦，神庭到印堂，这样来回推5次。然后耳朵后面呢，这就是一个我耳朵后面耳垂的后面到头发，这个是我写的论文，一个叫乾坤线。那大家就来回推5次，哦，推5次以后，那记得闭眼起来，然后它会开始凉凉的，然后它会有镇静安神的作用，然后你开始做深呼吸，你就一直吸吸吸，不用鼻吸嘴巴吐，你就自然的鼻子呼吸，然后我们注意这个地方有没有在做呼吸。我们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叫风门，也就是气出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个地方有没有在做呼吸这件事情。第一个，你不会胡思乱想。
假设你胡思乱想，你再把它拉回来做深呼吸，然后深呼吸以后，大脑有氧气，本身就可以镇静安神。那我们深呼吸了以后，内脏的这个副交感神经被扩张，副交感跟交感达成平衡，你就会进入睡眠的状态。所以大家记得，在印堂到发际这个神庭推5次，耳垂后面水平的推5次。然后就眼睛闭起来做深呼吸，其实很快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大家试试看。太棒了，非常感谢哦！今天吴宏前教授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下次吴教授想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一夜好眠，就先传授我们睡眠的怎么样调理我们的睡眠，记得要先订阅。今天真的再次感谢吴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有关于夜尿、频尿啊，怎么样来调理，教给我们这么好的料理。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谢谢吴教授。谢谢，拜拜，拜拜。好，那我们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夜尿、频尿真的不只是真的麻烦，而且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健康的状况。所以今天吴教授提供我们大家正确的调理方法，其实不用吃药，可以慢慢的改善。记得每天花10分钟来热敷一下百会穴，然后再搭配营养又温补的龙眼麻油枸杞蛋，让我们的一夜晚上好眠，不再跑厕所。好，如果您也觉得今天的内容实用哦，还是提醒大家，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身边容易经常夜起的一些家人朋友们，然后提醒大家哦，记得要订阅我们的啾健康咖，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如果您在健康1+1频道分享的话，记得帮助我们订阅一下，记得打开小铃铛。我想啾每周都会邀请专家来提供给大家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陪你一起变得更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